能倒啊！别人种地撒化肥，你往祖宗传下来的好田里倒发臭的猪血，还放进去这么多吃庄稼根的洪水虫，这可是上好的水稻田啊！你糊涂啊！那买虫子的3000块是你爹在工地上摔断腿，等在卫生院做手术的救命钱啊！你把钱砸在这泥汤子里，咱拿什么交住院费？你爹还在病床上躺着呢。他要是能在这臭泥沟里养出金条来，我赵大旺明天就把这田里的烂泥全给吞了。我看在同村的份上，出500块替你接盘，好歹够你误个3轮车把你爹拉回家。七爷，这不叫堵水坑，这叫生态发酵。3个月后，这田里长出来的不是没人要的水虫，是能让咱全村人年底都能过个肥年的金疙瘩。赵大旺，把你的肚子留好。3个月后，这片田里的产出，我怕你根本咽不下。等着看他笑话吧。哎，疯了，真是疯了。峰哥，你刚才怼赵大旺是痛快了，可这真能行吗？这猪下水一倒，田里全是一股腥臭味，这稻子真不会死。大牛，你闻着是臭，但在水里，这是最好的天然高蛋白发酵饲料。这些虾苗不是普通的野虾，而是极品青稞苗。可林叔的腿咋办？卫生院那边催着交钱呢，包工头跑了，咱报警也得等时间。这3000块钱本来是……大牛，我算过账，我爹那腿，光是做个钢板固定加上后期的药费，最少得3万块。那3000块钱，就算交进医院，也只够打几天消炎药，根本做不了手术。种水稻，1亩地1年撑死赚个1000把块钱。去城里打零工，我得不吃不喝干半年。我爹等不了半年。这5亩虾哨田，是我唯一能在3个月里合法合理凑齐3万块钱的底牌。我不是在赌气，我是在抢命。成，峰哥，我脑子笨，不懂那些道道，但我信你，你说咋干咱就咋干。明儿我去镇上砖厂扛水泥，先给林叔垫着这几天的床位费，咱把这田守好。好兄弟，这情分我记一辈子。哥，林峰那小子今天可是出了大洋相了，全村人都在看他笑话呢。您说他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哼，他脑子没进水，是你脑子进水了。你懂个屁！你看的是他往田里倒猪血，我看的是他那5亩地。那5亩破地咋了？全村最洼的地方，一到雨季就容易淹水。正是因为洼，它才是全村水源最好的一块田。我旁边那10亩鱼塘，每次抽水都得绕大弯子。要是能把林峰那5亩地拿下来打通，我的鱼塘规模直接扩大1半，还能借他的水源。今年水产行情好，这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哥，还是你高。可是林峰今天的硬骨头样，他能卖地吗？在这村里，1分钱能憋死英雄话。他爹还在医院躺着呢，他不是指望那塘臭水沟里的虫子翻身吗？那水是活水才行。二狗，你今晚带上把铁锹，去把村东头连着他那5亩地的水渠闸门给我用泥巴堵死。哥，这大夏天的，活水一断，他下午倒进去的那些发酵物，明天一晒就得臭底，里面的虾不得全闷死啊！七爷平时最恨人在水渠上动手脚了。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是咱干的？就说上游没水了，等他的虾死绝了，走投无路，自然会跪着把地双手奉上去。峰哥，这都后半夜了，虾也都安上了，咱睡会儿吧。不行，水声不对。刚入夜的时候，进水口的水流声很响，现在怎么变细了？谁在那里干什么？大牛，抄家伙！哎呦，别打别打，是我二狗！大半夜的，你拿铁锹堵咱家的进水口，你他娘的活腻歪了是不是？我路过，我看这水口漏水，好心帮你们堵堵。好心，大半夜不睡觉，带着铁锹来干泥瓦仗的好心。二狗，你替赵大旺办事儿，他才给你100块钱，太廉价了吧？峰哥，你别瞎说，不关我哥的事儿。我今天不打你，你回去给赵大旺带句话。我林峰是在城里干苦力回来的，泥巴地里滚出来的人，最不怕的就是弄脏手。他要是再敢动我的水源和庄稼，我明天就拿着这把铁锹去七爷和全村人面前，跟他好好算算这笔断人财路的账。
峰哥，你脾气也太好了，刚才就该揍这孙子一顿。揍他一顿解气，但解决不了问题。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不能惹事儿进派出所。只要水是活的，这批虾就能稳住。大牛，真正的狠，不是用拳头把人打趴下，而是几个月后，咱们数着厚厚的钞票，让他眼巴巴地看着咱们吃肉，连口汤都喝不上，那才是真正的扇他的脸。峰哥，你别说，这活水一冲，加上这一夜的功夫，这味儿还真散了不少。我刚摸了一把底儿，那些青稞苗都在泥窝里趴着呢，活泛得很。活泛是好事，但也是麻烦事。这虾一适应了水土，到了晚上或者下雨天，就会顺着田埂往外爬。咱昨天把钱全砸在虾苗上了，现在这5亩地周围光秃秃的，连个防逃网都没有。要是不赶紧拦上，这虾苗用不了3天就得跑没一半。那防逃网和固定用的毛竹竿得多少钱？最便宜的尼龙网加上竹竿和铁丝，5亩地少说也得2000块。大牛，你昨天垫的钱已经把住院费续上了，这网钱我得自己想办法。你在这儿盯着水位，我去村里转转，找亲戚开口，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疯子，不是二叔心狠，不借给你。你爹在医院躺着，按理说这钱我砸锅卖铁也得凑，可是你借这钱不是为了交医药费，是为了搞那个什么虾。疯子，二娘说话直，你别不爱听。昨天你往田里倒猪血的事儿，全村都传遍了，都说你是在城里受了刺激，魔怔了。好好的水稻田你不种庄稼，你去养虫子，咱家那点钱可是你堂弟下半年上大学的学费，这要是借给你打水漂了，你堂弟咋办？二娘，那不是虫子，是小龙虾，城里大排档卖得很火，我算过账的，这5亩地要是搞成了，3个月就能回本。我给你们写借条，按银行最高的利息算，秋收一过，我连本带利还给你们。疯子，这不是利息的事儿，种地就是看天吃饭，你那法子村里谁也没见过，太玄乎了。赵大旺上午还在村口说呢，说你那田要是能出虾，太阳就打西边出来。这钱二叔真不敢冒这个险，你走吧。二叔，我明白了，让您和二娘为难了，这糖您留着泡水喝，我爹那边我再去想办法，打扰了。哎呀，这早市才挣钱好。疯子，婶子刚才去卖了家里那2头半大的猪崽子，这儿有3000块钱，你赶紧拿去买网，别耽误了田里的事儿。刘婶儿，这不行，这猪崽子是您打算留到年底卖了给大丫交高中学费的，我绝对不能拿。你这孩子咋这么轴呢？当年你刘叔走得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要不是你爹当年没日没夜的帮我家抢收那几亩麦子，我家大丫早就饿死了。你们家现在遭了难，村里人都躲着走，婶子没本事，就这点钱你必须拿着。婶子不懂什么生态虾，但婶子看人，你从小就踏实，你说能成，婶子就信你。拿着钱赶紧去把网车上。刘婶儿，这钱我收下，您放心，我林峰就算脱层皮，也绝不让这笔钱打了水漂。到了秋天，我一定让大丫风风光光的上高中。林峰，你这网是扯上了，可你看看这田里的水，水稻要结穗，最怕根基不稳。你这些虫子在泥里钻来钻去，把烂泥都翻上来了。稻子的根要是被咬断了，或者泡烂了，到了秋天那就是一堆空壳。你这是造孽呀！七爷，峰哥说了，这虾翻泥那是给水稻松土透气呢。胡说八道！老祖宗种了几千年的地，哪有让虫子去松土的道理？水稻，水得清，泥得稳。你看看村里其他人的田，谁不是打药除虫，把地伺候得干干净净的？林峰，你不要仗着自己看了几本破书就毁了这片王田。七爷，您老爱惜庄稼，我林峰心里敬重，但时代变了，地不能越种越死。这虾在田里不仅能吃掉水里的杂草和害虫，它们排出的粪便就是最肥的天然农家肥。虾在这泥里钻，等于一天24小时都在给稻根松土。七爷，您看看那边，咱们村年年下猛药，虫子是死了，可水里的泥鳅、滩螺全绝了。地越种越板结，那叫种地吗？那是在喝地的血。说的比唱的好听。地里的事儿到了秋天见真章。哼，要是你这5亩地真的绝了手，七爷，要是秋天这5亩地减产1斤，或者这虾全死了，我林峰不要你们赶，我亲自拿推土机把这田平了，给全村人赔罪。接下来3年，我免费给村里的孤寡老人种地收秋，
绝无怨言。好，好硬的骨头，我老头子就瞪着眼睛，看你这泥坑里到底能蹦出个什么金蛤蟆来。峰哥，不好了！县气象台刚发了暴雨红色预警，说今天傍晚有特大暴雨。咱这5亩地可是全村最洼的锅底地，要是雨下大了，田里的水漫过防潮网，那虾苗可就全顺着水跑光了。怕什么来什么，这批苗子刚下地，还没完全适应环境，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不仅容易跑，水温骤降还会导致它们大面积应激死亡。那咋办？咱这网才拦了一大半，还有10几米没封口呢，这雨眼瞅着就要砸下来了，来不及织网了。大牛，去我家院子里把我爹钙化肥的那一摞空蛇皮袋全抱过来，咱们得赶在暴雨前把这10几米的缺口用泥袋子垒出一道防水坝。我这就去，峰哥你撑住。哥，你瞧瞧这天漏的，老天爷都在帮咱们啊！那么大的暴雨一浇，林峰那洼地绝逼要倒灌，他那3000块钱的虾苗，明儿一早全得顺着水沟白白流进咱家的鱼塘里。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他林峰骨头再硬，能硬得过老天爷？这穷光蛋想翻身，做他的春秋大梦去了。二狗，去把咱鱼塘的进水口网兜扎紧点，今晚咱哥俩躺在床上等着捡海鲜。大牛，快装泥，把袋子码在缺口上，不能让水漫出去。哎呦，峰哥，风太大了，这泥袋子根本压不住水啊，水流太急了。压不住也得压，这是咱翻身的本钱，好了一只事的钱就少1分。你按住袋子，我去砍柳枝。大牛，把泥袋子压在柳枝上，用柳叶的阻力去挡水，快！疯子，婶子来帮你们。这炉渣吸水比光用稀泥好使，快卸车！刘婶儿，雨太大了，路滑，您快回去，这里有我和大牛。我不走，这田里有大丫的学费，婶子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也不能让天爷把咱的指望给冲没了。完了，绝口了，吓跑了！大牛，愣着干什么？把所有的炉渣袋子全压在我背后，快啊！峰哥，你撑住啊！造孽呀！老天爷，你开开眼吧，给这苦命的孩子留条活路吧！我不信命，我只信我自己的双手。这水，今天休想迈过去一步。这么大的雨，那洼地估计早成一片汪洋了。3000块钱的水柴子，怕是连个壳都不剩了吧？他娘的，这小子的命怎么这么硬？这么大的水都冲不垮他！泥巴地里滚出来的硬骨头，林家这小子狠得下心，舍得出命。这片地或许还真能让他种名堂来。大旺，这地里的庄稼是靠汗水浇出来的，不是靠老天爷赏的，更不是靠别人眼红咒出来的。你别一天到晚打什么歪主意，都给我安分点儿。峰哥，咱这堤坝都守住了，虾也没跑，你咋又折腾起挖沟来了？这烂泥粘得拔不出腿，我这腰都快折了。大牛，虾是没跑，但暴雨让水旧温差变化太大。刚才我顺着田边看了一圈，已经飘起来20-30只死虾了。
这叫应激反应。现在天又这么热，水稻田水浅，太阳一晒，水温烫手，这虾不得全煮熟了？懂了，这就跟人在大夏天得进阴凉地待着一个理儿，还是峰哥你懂得多。损耗比我想象的要大。刘婶借的那3000块钱，买完网还剩800。大牛，沟挖的差不多了，下午咱俩借七爷的3轮车去趟镇上的水产苗种场，得赶紧补一批抗病力强的壮苗进去，把这损耗的缺口填上。好，王老板，一点小意思。下午我们村那个叫林峰的愣头牛肯定要来你这儿补苗，哥哥我没别的要求，你就把他当贵客好好招待。大旺，你俩一个村的，咋这大仇？我这做门面生意的，坑人要是被看出来，以后名声可就臭了。看出来，他一个在城里扛大包的苦力，懂个屁的水产。你就把你最里面那个池子，前天缺氧翻塘又染了黑腮病的那批淘汰苗卖给他，那批苗看着活蹦乱跳，只要一下田，撑不过3天就得死绝，到时候就说是他水质不好，关你屁事儿。行，反正那批病苗我也正愁怎么处理呢，原本打算明天当死虾处理给饲料厂的。他要是来，我按好苗的价格塞给他，多出来的钱咱哥俩平分。哎呦，两位小兄弟，买虾苗啊！来来来，全镇就我这里的苗子最正宗，你们算是找对地方了。老板，我们要最精神的青壳苗，抗病强的，我们峰哥可是懂行的。带路，懂行就好办了。你们看，我这最里边这个池子，昨天刚从省城陵运回来的极品铁壳青，个头匀称，活活的很。我看你们大热天跑一趟不容易，一口价15块1斤，包你们今年大丰收。峰哥，这苗看着真不错啊，游得多快，咱就拿这批吧。王老板，你这极品铁壳青胃口挺好啊，还吃抗生素。小兄弟，你真会开玩笑，什么抗生素？那是水里消毒的漂白粉味道，搞养殖的，池子里有点药味多正常。大牛，看好了，好苗子和病苗子在泥水里分不清，到了清水里全得现原形。峰哥，你这是干啥？给他们洗澡啊？这虾在池子里乱窜，不是因为活泛，是因为它们染了严重的黑腮病，呼吸困难，在水里到处逃命。你看看这腮，黑的跟煤炭一样，只要下了田，不用3天，全部烂腮死绝。这可能是这一网刚好捞到了几只体弱的。小兄弟，你别急，我给你换个池子。王老板，我在城南海鲜市场摸了5年的鱼虾，我摸过的虾比你吃过的米都多。这种淘汰的病死苗，你按15块钱1斤卖给我一个等米下锅的农民，你这不是在做生意，你是在谋财害命。好啊，你个黑心老板，连我们救命的钱你也敢骗！我今天砸了你这破场子！别打别砸，两位兄弟有话好好说，这是个误会，绝对是个误会。误会？赵大旺给了你的什么好处，让你这么下死手坑我？那2条红檀山的烟盒还在你办公桌的垃圾桶里扔着呢，真当我瞎吗？滚吧！谢谢兄弟，谢谢兄弟，你简直是神仙眼啊！我认栽，是大旺那黄八蛋非逼我这么干的，说事成之后给我分钱，我鬼迷心窍了。兄弟，千万别把我这事儿捅出去，不然我这生意就没法做了。哼，捅不捅出去看你的表现。第一池那批真正的纯正本地青壳虾，我要80斤，1斤8块钱的成本价，多1分。我现在就去镇上的农管署举报你卖病苗。行，8块就8块，就当交个朋友。我亲自给你们捞最壮的苗。峰哥，你刚才那一手搅水法简直绝了，那黑心老板脸都绿了。这下咱们可省了一大半的钱，还拿到了最好的苗子。峰哥简直绝了，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厉害的人。在泥巴地里刨食，不懂点真本事，只能被这些2道贩子吸干血。赵大旺想看我的笑话，那我就得把这块田种成全村人最眼红的聚宝棚。坐稳了，回村放苗。这叫蜕壳，小龙虾长肉全靠蜕壳。只要水质好，饵料足，它们长得比谁都快。前阵子咱们倒进去的猪血肠肚，早就发酵成了水里的红虫和微生物，这可是高蛋白。你看这水稻的根，虾在泥里钻洞吃的，等于天天在给稻子松土。虾拉出来的粪便又是最天然的有机肥，
这稻子吸收了底肥，根系扎得深，长得能不壮吗？峰哥，照这个长法，再有2个月，这5亩地得产多少虾呀？15块1斤算的话，我的老天爷，咱真要在泥巴地里刨出金条了！奇了怪了，没撒一把化肥，没喷一滴营养药，这杆子咋能长得比大拇指还粗？这叶子绿的都快滴出油了。七爷，您老这回服了吧？我们峰哥这叫生态循环，虫子拉屎肥田，庄稼长得壮，这就是科学。别高兴得太早，庄稼人有句老话，苗好一半谷。这杆子长得再好，那也只是个空架子。到了秋天，得看这稻穗结得饱不饱满。光长叶子不结穗的疯长稻，我见得多了。林峰，这几天天气闷热，是卷叶虫爆发的时候。你这田里水草多，最容易招虫子。你小子最好给我盯紧点儿。这5亩良田要是被虫子啃成光干，我饶不了你。你小子最好给我盯紧点儿。七爷提醒的对，种地最怕的就是3伏天的虫灾。咱们这田生态太好，不仅虾喜欢，害虫也喜欢。接下来这半个月才是真正的生死关头。疯子，爹连累你了。听村里来看病的人说，你把咱家那5亩田全弄成了烂泥塘子养虫。大旺还到处跟人说，你那田马上就要绝收了。儿啊，实在不行，咱把这腿锯了，把地卖给大旺，你拿着钱回城里找个安稳营生吧。爹，您别听村里人瞎嚼舌根，赵大旺那是眼红咱们的地。昨天我已经去把您手术的原款全补齐了。补齐了？哪来的钱？你二叔借给你了？您别乱动。买虾苗的时候，我识破了那个黑心老板卖病苗的马戏，他理亏，按成本价卖给我的好苗，省下来的一大半钱，加上刘婶借的，刚好够您做钢板固定的手术。医生说了，下周就能安排动刀，3个月后您就能下地走路了。爹，您安心养病。我林峰既然回来了，就没打算再出去看别人的脸色。这5亩地就是咱们家重新站起来的饭碗，谁也砸不碎。全体村民请注意！全体村民请注意！县农技站下发紧急通知，受今年异常高温高湿气候影响，特大范围的稻纵卷叶泡，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全面爆发，请各家各户立刻去镇上购买敌百虫农药。明天一早，全村统一打药杀虫，千万不能耽搁。都别急，镇上的农药已经断货了，这可是我连夜从县城拉回来的特效药，1瓶50，概不赊账。买了这药，保你们的庄稼不被虫子啃光。大旺，你这也太黑了吧！平时这药才20块钱1瓶，嫌贵？嫌贵你别买啊！等明天虫子大军一到，你那1亩3分地的水稻连根毛都剩不下，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哟，这不是咱们村的生态专家的林峰吗？咋样，要不要来2瓶药啊？我看你那5亩洼地水草最丰盛，肯定招虫子。不过也是，你这药要是打下去，水里的虫子是死了，你那3000块钱买的宝贝龙虾，估计也得飘起一片白肚皮吧。赵大旺，你少在这幸灾乐祸，老子今天非撕烂你这张臭嘴！赵大旺，你囤这种污染水土的烈性毒药发国难差，早晚要遭报应的。各位叔伯婶娘，这敌百虫毒性太大，打下去不仅虫子死，田里的泥鳅青蛙全得死绝，种出来的米连自己都不敢吃。我林峰今天把话放这儿，我那5亩地绝对不下一滴农药。好，有骨气，大家伙可都听见了。林峰不打药，我赵大旺就等着看3天以后你那5亩地是怎么变成一片光秃秃的烂草滩的。峰哥，你刚才话是说的硬气，可这虫灾怎么破呀？真不打药，那稻子可是要绝收的，咱这不是等死吗？谁说除虫只能靠毒药？大牛，去把你家砍柴的弯刀拿上，再把全村的闲置大腿锅全给我借过来。拿刀？借锅？峰哥，你要干啥？给虫子做饭啊？上山熬药。我的亲娘哎，峰哥，咱俩在这大山里钻了整整1夜，就砍了这几大筐苦参野花椒，还有这刺挠人的野烟叶梗，这玩意儿在山上漫山遍野都是，连牛都不吃，真能治那要命的卷叶虫。牛不吃，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味道冲，有微毒，天然驱虫。咱们老祖宗种地，在没有化肥农药的时候，遇到虫灾，用的就是这种土方子：苦参杀虫，野花椒刺激，烟叶梗里的烟碱能麻痹虫子的神经。这3样东西混在一起熬成浓汁，就是最好的天然杀虫剂。而且这土药最关键的一点是，它只针对啃食叶片的害虫，对水底下的虾绝对没有致命毒性。走，回院子架锅。
疯子，这味儿也太冲了，呛得人眼泪直流。这几口大锅一起熬，整个村子都能闻见这苦涩味儿。大旺要是闻着味儿过来看笑话，指不定又要说什么难听话。刘婶儿，随他怎么说，药不苦，怎么治病？今天全村都在打那剧毒的敌百虫，那味儿闻着是不呛，但那是能要人命的毒药。大牛，把剩下的半筐花椒全倒进去，加大火后必须熬成浓浆。得嘞，今天非得把那些卷叶虫全给辣死不可！林峰，你在这煮树叶子玩呢？怎么着？买不起我50块钱一瓶的特效药，就拿着破草根糊弄庄稼？我这锅里的草根治不了你的红眼病。赵大旺，你卖你的毒药发财，我熬我的草药救田。井水不犯河水，门在后面，好走不送。哼，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靠这几口破锅里的草根水，你把卷叶虫治了，我赵大旺3个字倒过来写，你那5亩洼地就等着绝收吧！你再咒一句试试！赶紧滚，别在这儿碍眼，不然老子这火棍可不长眼！哼，粗人莽汉，我等你们秋天颗粒无收的时候，看你们怎么哭！大牛，你看，药才刚打下去不到半个小时，水里就已经起反应了。老天爷，这药性也太毒了吧！作孽呀，作孽！这虫子是杀下去了，可这水田的底气也全被毒死了。来年这地怕是连蚯蚓都长不出来了呀！林峰，我知道你这孩子心善，舍不得下重手毒死那些龙虾，可这卷叶虫不是一般的虫子，它们躲在卷起来的稻叶里面，你这草药水喷上去能管用吗？你爹还在医院躺着，你可不能拿这5亩庄稼开玩笑啊！七爷，有没有用？让事实说话。毒药伤敌1000，自损800。我林峰种地，不仅要保当年的收成，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块活着的良田。峰哥，有用，真有用！你看，他们受不了这辣味儿，全从叶子里掉出来了。这虫子掉进水里，成了虾的饲料。草药熏虫，虾吃落虫，这是什么道理？七爷，这叫万物相生相克。但这土法子也有个致命的弱点，草药只能把虫子熏晕，逼出叶片，杀不死它们。坏了，峰哥，这药劲儿一过，虫子又爬回去了，虾吃不过来啊！这可咋整？咱总不能一直喷着辣水吧？大牛，把喷雾器卸了。这虫子虾吃不过来，有东西吃得过来。啥东西？总不能咱俩下水去捏虫子吧？鸭子，半大的麻鸭。水稻田里放鸭子，鸭子吃虫，虾在水底，互不干扰。走，把咱兜里剩下的一点零钱全带上，跟我去隔壁王家村的养殖户那里买鸭子去。峰哥，你慢点开，这鸭子颠的都快吐了。我还是想不通啊，鸭子吃水虫不假，可鸭子也吃虾呀。咱好不容易保下来的青稞苗，你把这些扁毛畜生赶下水，那不是引狼入室吗？大牛，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让你买的是什么鸭？是刚换完胎毛的半大马牙鸭。这种鸭水性还不熟，根本潜不到深水区。咱们这几天不是刚在田四周挖了1米深的虾沟吗？天这么热，虾全躲在深水沟的烂泥里避暑，而那些被草药熏晕掉下来的卷叶虫，全都飘在浅水区的面上。鸭子下水只会抢面上飘着的肥虫子吃，根本够不着沟底的虾。还真是什么都敢往回弄啊！就是，这下可有好你们看，那就是林峰家的鸭子。大家快来看新鲜啊！林峰这是嫌自己田里的龙虾死得不够快，专门去买了一车鸭子来给虾送行呢。林峰，你这脑子是不是让猪血给泡发霉了？林峰啊，你这步棋走得太悬了。
鸭子的嘴多馋啊，见到活物就啄。你那3000块钱的虾苗，今天怕是全得进了鸭肚子。你爹这医药费，算是彻底打水漂了。是送行还是救命？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了！大牛，搭把手，赶鸭子下田！下车，都给老子下水去！吃底下钳着的虾呀！这群傻鸭子，吃什么破虫子？峰哥，你真是神了！鸭子真的只吃水面的虫，不敢惹底下的虾。这下好了，不用打药，虫子全进了鸭肚子了。好算计，好一个一石三鸟的连环计呀！七爷，不就是鸭子吃了个虫吗？咋就一石三鸟了？你们这群肉眼凡胎，你们光看到鸭子吃虫，没看到这鸭子在水里一游，鸭蹼把水搅浑了，这叫活水增氧。水不腐，虾就不生病。更绝的是，你们看，哎呦，鸭子吃了高蛋白的虫子，拉出来的鸭粪落在水里，直接成了这水田里最肥的底肥。虾吃鸭粪和落叶，稻根吸收肥水，不用一滴化肥，不用一滴农药，这5亩地活生生被林峰养成了一个金不换的聚宝盆啊！二狗，回去告诉赵大旺，庄稼地里的事儿，靠的是脑子和汗水，不是靠买几瓶毒药就能称王生大的。他想看我绝收，这辈子是没指望了。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虫子是死了，这水稻怎么也变成这副鬼样子了啊！大旺，你这药打得太狠了！高温天，为了追求速效，你让村民把敌百分藤的浓度兑高了整整3倍，这叫急性要害。水稻的叶面全被化学分烧坏了，根基也中毒萎缩了。今年这10亩地能保住1半的产量就烧高香了。不能啊，我这可是投了大本钱的，有没有什么解药？我花钱买。没救了，化学毒害伤了根本，神仙来了也难救。你们村今年大规模滥用烈性农药，秋天的收成悬了。哎呦喂，这生态田长得就是好啊，连空气都是甜的，不像有的地方一股子死鱼烂虾的毒药味，熏得人直恶心。林峰，你别太得意，就算你庄稼长得好，到了秋天，全村的收粮渠道全在我手里，我倒要看看你那几只破虫子和几斤烂米能卖给谁去。卖给谁？赵大旺，你眼界太窄了。我林峰这泥巴地里养出来的清水大虾，可不是为了在你们这破水产市场里论斤称的。真正的大买卖才刚刚开始。完了，全完了！你们看看，这稻壳里全是一包水，捏不出半点白浆来，这叫空瘪谷啊！今年这收成连去年的30%都不到，能结出好谷子才怪了。前阵子打那劳狮子敌百虫，药劲儿太大，把稻子的根都给烧坏了。你们看看这水，上面飘着一层绿油油的死苔藓，连只活田螺都找不着，地都让毒药给弄板闸了，像石头一样硬，庄稼怎么喘气儿？吵什么吵？庄稼长得不好，那是底肥没跟上。我今天一大早去镇上拉的尿素，大家赶紧买回去撒地里，狠狠催一把，产量还能救回来。赵大旺，你还要害人害到什么时候？水稻现在是官腔期，根系早就被你卖的毒药烧坏了。你现在让他们撒药髓这种猛肥，那是虚不受产。这肥一撒下去，稻杆直接就得枯死。你这是为了卖化肥，要把全村人的口粮往绝路上逼呀！七爷，你这话就不讲理了。我好心好意去拉化肥救灾，你不领情就算了，怎么还往我身上泼脏水？不撒化肥，难道看着庄稼饿死？
你睁大眼睛自己看看，这根系又黑又短，全烂在泥里了。这种根吸得进营养吗？咱们清河村几百年的好地，就毁在你们这些急功近利的毒药化肥手里了。唉，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听大旺的，跟风下个什么猛药。也不知道疯子那5亩洼地现在咋样了，他可是连一滴药都没打呀。刘婶儿，你还有心思操心林峰呢？他那洼地草长得比人高，虫子没打药，鸭子又在里面瞎搅耗，估计现在连根稻草都找不着了。走，咱们去洼地看看那个生态专家的笑话去。对，咱们去看看林峰的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倒要看看，他那破草药熬出来的汤能种出什么金疙瘩。峰哥，你摸摸这穗子，这颗粒简直跟小花生米一样饱满，这要是脱了壳，绝对是顶级的香米啊！底肥打得好，这水稻自然长得壮。大牛，你捞一网虾上来看看，算算日子，这批虾应该彻底定型了。我操，这是什么见鬼的庄稼？这稻穗咋能这么长？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打药，没施化肥，这虾怎么可能长得这么大？这水稻怎么可能没死？这颜色，这饱满度，白浆、满浆，这是最顶级的灌浆啊！你们看看这成色，一粒空瘪的都没有。七爷，你闻着泥，一点臭味都没有，全是土腥味和草香味，这水是活的。赵大旺，你不是说要来看笑话吗？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叫清水白鳃虾，吃的是活虫水草，长在没有一滴农药的活水里。在城里，这种品质的虾论支卖。各位叔伯婶娘，种地不是往死里榨干泥土的最后一点肥力。龙虾在泥里钻洞，这是给水稻天然松土；鸭子吃虫拉粪，龙虾吃落叶排泄，这叫天然有机肥。这就叫虾稻共作。疯子啊，婶子悔啊！早知道当初就该跟着你干，也不至于现在一年白忙活啊！都怪赵大旺这个黑心肝的，要不是他天天在村里忽悠咱们买他的毒药和化肥，咱们的良田怎么会变成毒水坑？退钱，把买化肥农药的钱退给咱们，退钱！你们干什么？买卖自由，是你们自己要买的。再说了，他林峰这长得再好，也得卖得出去才算钱。我把话放在这儿，全县的收购商都跟我有交情，只要我打个招呼，他这一田的虾一条都卖不出去，最后还得烂在锅里。你他娘的还敢在这儿放屁！信不信老子今天把你摁在这泥坑里喝水？大牛，放开他，别脏了咱们的手。赵大旺，你以为靠着你那辆破二手货车就能卡住全村人的脖子？你的那些狐朋狗友收购商只配收那种吃饲料长大的便宜货。我这满田的清水大虾，他们根本买不起，也不配收。好大的口气！林峰，你就在这吹吧，我等着看你这几千斤虾拉到市场上没人要，跪在地上求我的那天。疯子，大旺这话虽然难听，但也是个实情。咱们村偏僻，水产销路全在他那几条线上。你这虾眼看着就要大批量出水了，真要是被他卡了渠道，这天气热，虾捞上来2天就得死啊！是啊，峰哥，咱们没车没渠道的，这么多虾，总不能全留着自己吃吧？谁说卖虾就一定得求2道贩子？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大牛，今晚别睡了，去把你家那辆破3轮摩托推出来，
把冲氧泵装上。明天凌晨，咱们不走农批市场，直接杀向县城。峰哥，搭把手，这笼子怎么跟灌了铅一样沉？底下的家伙们劲儿太大了，一个劲儿的往泥里拽呢。沉就对了，这说明底下的虾不仅个头大，而且活力十足。1、2、3，起！我的老天爷，这简直是在泥里捞金子啊！峰哥，我大牛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肥、这么亮的虾，这得有1两多一只吧？1两多，这只是标准的泡头，起码2两。大牛，你看它的腹部和鳃，白得像雪一样，连一根黑线都没有啊！这就是清水虾的标志，这叫纯正的清水白鳃虾，吃的是活虫，游的是活水。这种品质，别说咱们镇上，就是放到省城的高端海鲜市场，也是抢手货。疯子，大牛，婶子给你们送配料来了。今天可是咱第一网出虾的大日子，按咱农村的老规矩，第一网得先尝鲜，祭祭咱们自己的五脏窝，也沾沾丰收的喜气。哎，好嘞，刘婶儿，今天咱们就在这田埂上架锅。嘿嘿，大牛，去我院子里把那口大铁锅搬来，再抱捆干柴。今天峰哥给你们露一手，让你们尝尝什么叫正宗的蒜蓉大虾。好嘞，峰哥。大牛，火烧旺点，小龙虾好吃不好吃，第一步就是油温要够。香，太他娘的香了！峰哥，我在镇上吃过大盘汤的虾，那味儿跟咱这儿一比，简直就是刷锅水啊！是啊，这香味儿太霸道了。婶子活了大半辈子，还真没闻过这么香的东西。这是什么味儿？谁家在炖肉啊？怎么这么香？是从村南头那片洼地飘过来的，那是林峰的田。走，过去看看。哦，哥，那林峰锅里的虾也太大了吧，红彤彤的，看着比咱昨天在镇上大酒楼吃的基围虾还肥啊！这香味儿绝了！香有个屁用，这是他自己炒给自己吃的，这就叫穷讲究。我看他那一地笼能捞出多少，指不定那是他田里剩的几只，全拿出来装人面了。刘婶儿，当初要是没有您的3000块钱救急，这田里现在连根水草都长不出来。第一口，您先尝。好吃，太好吃了！这肉怎么这么紧实，一点泥腥味都没有，咬下去还弹牙，越嚼越甜。疯子，婶子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爽！峰哥，这肉绝了，跟吃活脱脱的瘦肉一样带劲儿。疯子，你这虾确实养得好，叔当初不该跟着他们起哄笑话你。你看叔这田今年算是绝收了，你这虾能给叔尝一只不？就一只，让叔尝尝啥味儿。各位叔伯，我林峰不是记仇的人，种地靠的是天时地利，也靠咱们自己的良心。今天这盆虾，大家随便尝，但我希望大家吃了这口虾，能明白一个道理：土地不会亏待用心对待它的人。你给它下毒药，它就让你颗粒无收；你给它活水，它就能长出金疙瘩。林峰，你少在这里收买人心，几只虾而已，你真以为自己发财了？我告诉你，后天就是镇上水产贩子进村收货的日子，全县的冷藏车和大卡车全是我赵大旺的关系。你这虾虽然长得好，但量太大，这天气离了水活不过2天，到时候没有我的车，没有我的渠道，你这几千斤虾休想运出清河村半步，你就等着他们全烂在田里发臭吧。赵大旺，你的车留着拉你们家那些死泥鳅吧。我林峰养出来的清水白鳃虾不配坐你的破车。大牛，吃饱了吗？吃饱了，跟我去把那些地笼全洗干净。明天起，咱们大网起虾。
我带你去看看，这外面的天地到底是谁说了算。峰哥，这笼又是满的，这群小祖宗太能长了！你看这钳子都快赶上螃蟹腿粗了，发财了！这回是真的发财了！别光顾着高兴，动作快点！这天气，太阳一出来，温度就得飙升到30多度。小龙虾最怕闷热，必须赶在上午9点前装车，不然离了活水，成活率大打折扣。峰哥，我刚才粗略过了一下秤，就今天早上这一网，起码捞了500多斤，这还只是咱们下了一半地笼的量啊！按你说的市场价10块外币一斤算，老天爷，这7000多单位的外币钞票就这么水灵灵的摆在咱们面前了。这只是个开头，等秋收完水稻放干了水，底下的虾全出来，那才是大头。行了，赶紧把筐子搬上你家那辆3轮车，趁着早上凉快，咱们出村。这他娘的赵大旺，他是故意的吧？哥，快看，林峰那小子拉着他的虫子送上门来了。赵大旺，好狗不挡道，把你的车挪开，我们要出村。哎呦，二龙，你听见没有？刚才好像有只鸭子在叫唤呢。这路是公家的，我车坏了，抛锚在这儿了，正等修理厂的人来呢，我挪得动吗？你放屁！你车钥匙还在上面插着呢，排气管还是热的，你他娘的就是故意堵咱们的道，赶紧给老子挪开，耽误了我们卖虾，老子拆了你的骨头！动粗啊！你动我一下试试，我只要往地上一躺，你们今天这车虾就算烂成臭水，也别想去镇上。你们还想去派出所喝茶是吧？赵大旺，明人不说暗话，你摆出这么大的阵仗，不就是为了我车上这批虾吗？说吧，你想干什么？林峰，既然你是个明白人，那我就打开天窗窗说亮话。你这虾确实养得不赖，个头不小，但是这玩意儿在咱们镇上没人认。这大热天的，你用这破3轮车拉到县城，少说也得2个小时，加上颠簸，到了地方全得死成一堆臭壳。我赵大旺虽然看不惯你，但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亏得去上吊吧？这样，你这一车虾我全包了，我那车上有制氧气，还有冰块，你把虾卸到我车上，我给你现金。那你出什么价？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可是极品清水虾，镇上大排档收购价最少15块一斤。15？大牛，你还没睡醒吧？我收你们的虾还得踏上冰块钱、油钱，还得承担着半路死掉的风险。我给你们一个友情价，统货不管大小，5块钱一斤，一手交钱，一手交货。5块钱？赵大旺，你的心是黑的吧？5块钱连当初买苗的成本都不够，你在明抢啊！大王这心也太狠了，林峰这虾养得多好啊，5块钱一斤，这跟割林峰的肉有什么区别？可是大旺卡着路，又有冷链渠道，这大热天的，太阳一出来，气温马上35度，林峰的虾没有冰块制氧，只要过了中午，全得死。大旺这就是算准了林峰拖不起啊！林峰，现在是早上7点半，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8点一过，太阳一毒，你这虾开始翻白肚了，我可就只出2块钱一斤当死虾收了。你是要5块钱的活命钱，还是要一车烂在手里的臭泥巴？你自己选。峰哥，咱不能卖，卖给他，刘婶的钱还不上，林叔后期的营养费也没着落，他这就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呀！怎么样，大学生，低个头，认个怂，叫我一声旺哥，把虾过了秤，拿着钱滚回家去伺候你那个瘸腿爹。挣扎什么呢？
这清河村的水产，我赵大旺说了算。赵大旺，你算计得很好，可是你算错了一件事。我算错什么了？你算错了我的底线。我林峰在城里给人扛了5年大包，吃过剩饭，睡过桥洞，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尊严以5块钱1斤的贱价卖给过你这种只会吸老百姓血的蛀虫。走，大牛，上车，掉头。掉头，峰哥，咱不卖了，这虾拉回去，下午全得死在院子里啊！死在院子里，我当肥料撒田里肥地，拿大锅煮了，我请全村人吃席。我就是把这几百斤虾全倒进猪圈喂猪，也绝对不会卖给他赵大旺一只。掉头！你，林峰，你有种！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没有我的渠道，你这辈子都别想靠这5亩地翻身。你的渠道算个屁！我林峰自己趟出来的路，比你的烂泥路宽100倍。坐稳了！完了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峰哥，咱这回是真的把路走死了。没死，大白天出不去，咱们就晚上走。白天他们2道贩子称王，到了晚上，这天底下的夜市，那是穷人自己打出来的天下。峰哥，这井水再凉也顶不住这36、7度的高温啊！你看看底下那几筐，有几只虾都已经趴着不动弹了。死不了，井水降温，电瓶打氧，加上这层湿水草，这就是个简易的保鲜冷库。手别停，撑到太阳下山。峰哥，咱们就算熬到晚上，40里土路，这破3轮能行吗？不行也得行。这世上最大的市场，不是2道贩子的办公室，是县城夜市里找痛快的普通老百姓。夜市大排档，不认渠道，不认关系，只认2样：货够不够好，价够不够实在。咱们这清水大虾，只要进了城，那就是降维打击。大牛，上车，检查筐子绑紧没有？这40里马路全是坑，别把咱们的财神爷颠出去了。峰哥，你坐稳了，今天晚上咱俩就去县城里闯他一闯。峰哥，这路太颠了，你看着点后面的虾，别让水全晃出来了。没事儿，开快点，县城的夜市8点半最热闹，咱们必须赶在食客上桌前把货推销出去。峰哥，这人也太多了，咱去哪家问啊？来都来了，怕什么？一家一家的问，找那种门口食客最多、炉火烧得最旺的。走，老板，自己田里养的极品小龙虾，今天刚出水，您看看成色。去，什么极品不极品？你这种小户的泥坑虾全是寄生虫，白送我都不要。走，哼！你这人怎么说话呢？我们这是活水养的清水虾，比你那破市场里的好100倍。用个破3轮拉过来的货能吃吗？保安，把这俩收破烂的赶远点。有眼不识金镶玉，你的生意也就这样了。切！峰哥，这城里人也太看不起人了，实在不行，咱拉回去煮了喂鸭子，也不受这份窝囊气儿。记住，咱们来这里是赚钱的，不是赌气的。他不要，说明他眼瞎。这条街上，我就不信没有一个懂行的。走，去那家试试。胡老板，好手艺，可惜这虾的底子差了点儿。哟呵，哪来的泥猴子？口气倒不小，你说我虾底子差？你的手艺没问题，我说的是你用的虾壳太厚，肉太松，全靠重麻重辣压土腥味儿。胡老板，既然你是懂行的，那你看看我这个。我去，白鳃，全白，这是极品啊！小兄弟，你这虾从哪儿弄来的？这是我们峰哥用生态法自己养出来的极品清水大虾。好东西，小兄弟，你们这虾有多少？今天第一网，车上带了500斤。500斤，我全要了，12块钱1斤，我现在就给你点现金。18块。
少1分，我拉去下一家。18？你抢劫啊！我在海鲜市场顶级虾网也就15、16块，你这价太离谱了。价离不离谱，用嘴说没用。借你的锅，你的料，我亲自炒一盘，端出去给食客吃。如果食客抢着要吃的话，以后你胡记就是我清河村小龙虾的县城独家招牌，18块1斤，现款现结，你敢不敢接？行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老胡混了10年，还没见过敢来砸我场子的。锅在那儿，你今天要是炒不出朵花来，10块钱1斤我收了，我还得骂你一句不知天高地厚，行吗？大牛倒虾，不用刷，直接拿清水冲2遍，下锅。峰哥，冲好了，干干净净。哎，你们懂不懂规矩？不拿刷子刷腹部，不去虾线，这做出来能吃吗？全是一嘴泥腥味儿。胡老板，我的虾吃的是活虫，游的是活水，它的腹部比你的脸都干净。这香味儿怎么这么纯，一点杂味都没有，还有一种清甜的河水香，这怎么可能？胡老板，菜齐了，端去给你最挑剔的熟客尝尝吧。几位哥哥，店里来了批新货，极品大虾，几位给尝尝，提提意见。嚯，老胡，你今天下血本了啊！这虾怎么这么大，简直跟小龙虾精似的。你看看这鳃，白的跟棉花一样。我在你这儿吃了3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虾，绝了，绝了，太绝了！这肉跟弹簧一样弹牙，越嚼越甜，一点土腥味都没有，简直就是在吃海鲜大虾，太好吃了！老胡，再给我上5斤！老胡，以后你保证这种品质，多少钱1斤我们都认。兄弟，亲兄弟哎，我老胡今天开了眼了，服了，我彻底服了。怎么样，胡老板，我们这虾配不配得上18块1斤？配，太配了，500斤全包了，以后每天有多少我要多少。胡老板，痛快！以后清河村的虾，县城第1家先紧着你送，但规矩不能坏，现款现结。收银员，把收银台里的现金全给我拿出来，快点！林兄弟，9000块整，18块1斤，500斤，1分不少，你点点，明天晚上一定再送一车来啊！放心吧，胡老板，明晚见。怎么了？魂丢了？把钱数数，看有没有假钞。9000块，这是真的，峰哥，9000啊，整整9000块钱啊！咱们没做梦吧？咱们活下来了！哭什么？把眼泪给我憋回去！你记住这沓钱的重量，明天回去把刘婶的钱还了，把我爹住院的营养交了。我要让那帮看咱们笑话的人，让赵大旺亲眼看着咱们怎么把这泥巴捏成金元宝。刘婶儿，开门呐，快开门！我和峰哥给您送好消息来了。哎呦，小声点儿，大丫还在里屋睡觉呢。你们这大清早的，昨天那虾没烂在手里吧？刘婶儿，赵大旺卡不住我们，这虾在县城夜市卖爆了。这是您当初借我的3000块本金，另外这500是利息，您收好。疯子，你这是干啥？婶子借你钱是为了救急，又不是放高利贷的。这500块利息我绝对不能要。刘婶儿，您就拿着吧，这点钱对现在的咱们来说算啥呀？您不知道，昨晚我们在县城大排档，那极品大虾卖了整整18块钱1斤，一晚上9000块现大洋直接拍在桌子上，咱们发财了。啥？18块1斤，一晚上挣了9000块？大牛，你喝猫尿喝大了吧？啊，9000块！他一晚上挣了9000块，老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来钱的买卖。那小王八蛋竟然真的绕开了老子的渠道。哥，那林峰的洼地里少说还有几千斤虾呢，这要是全卖了，他不得成咱们村的首富啊？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林峰现在是个不要命的疯子，你别给我惹麻烦。哥，这叫啥惹麻烦？他林峰有本事卖，咱有本事拿呀。18块1斤的宝贝，今晚我叫上李四和王五，带几个蛇皮袋过去，神不知鬼不觉。哼哼，我今天晚上耳朵聋了，什么都听不见。你要是惹出事来，别把老子牵扯进去。峰哥，你这不睡觉，折腾这破夹子干啥？这东西连个老鼠都夹不住了。这就对了，我不需要它有杀伤力。这夹子要是带着牙，夹断了人家的腿，咱们防卫过当，有理也变成了没理，
哦，那你要这玩意儿干啥？大牛，你今天早上那一嗓子，算是把全村人的红眼病都给喊出来了。财帛动人心，一斤虾18块钱，我不信今天晚上那群二流子能忍得住。走，去田里布置天罗地网。看见没？水里那些红影子全是钱，捞满2麻袋咱们就撤。狗哥，林峰那小子狠得很，他不会在这儿守夜吧？守个屁的夜！这会儿估计在家里睡得跟死猪一样呢。别废话，赶紧动手！我的腿有夹子了，我的腿断了！有埋伏，快跑啊！想跑？老子今天打断你们的狗腿！二狗，大半夜的不睡觉，跑我这田里来摸螺丝啊？丢人现眼！咱们清河村的脸都被你们这几个畜生丢尽了，偷东西偷到乡亲头上了。七爷，我错了，我一时鬼迷心窍啊！林峰这家子太狠了，他这是要谋杀呀！报警！我要报警抓他！报警？好啊，大牛，现在就打电话给派出所，告诉警察，这家子我早就磨平了牙包了布，最多算个防盗的土家子，但他们3个人半夜带工具偷盗价值数千元的农产品，这是团伙盗窃，够判几年的。峰哥，千万别报警，我们还年轻，不能进局子，都是二狗挑唆我们的，活该！自己不干活，看着人家发财就眼红来偷，送他们进去吃牢饭。我林峰种地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清清白白的血汗钱，你们想不劳而获，今天栽在我手里，算你们倒霉。看在一个村的份上，我不报警，我给你们一条生路。谢谢峰哥，谢谢峰哥。先别急着谢。刘婶家后院的猪圈积了半年的大粪没人清理，从明天开始，你们3个每天早上6点准时去刘婶家报到，挑大坟、浇菜圈，给刘婶翻地，整整干满1个月，少1天，或者刘婶说一句不满意，我立马带着这几个蛇皮袋的物证去派出所立案，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我们干，我们保证好好干。大家都散了吧，以后谁要是再敢对林峰的田动歪心思，不用林峰动手，我老头子第一个开祠堂把他逐出清河村。这只是第一波试探，只要有利益在，这泥巴地里的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歇。乡亲们，林峰那小子能发财靠的是什么？不就是往水坑里扔了几只虫子吗？他一个扛大包的泥腿子能干，咱们这群种了一辈子地的老把式，难道还干不过他？大王，理是这个理，可人家林峰懂技术啊，他那叫啥生态虾，又不打药又放鸭子的，咱们哪懂那个呀？呸！什么狗屁生态技术，那都是糊弄外行人的玄乎词儿。养虾跟养猪是一个道理，你想让它长得快，就得给它吃肉。大家闻闻，这是我今天一大早专门去县城海鲜批发市场的垃圾堆里低价包圆的死鱼烂虾和臭鸡条子，这叫高蛋白动物饲料。大王哥说的对啊，吃肉的总比吃素的长得猛。大王哥连销路都替咱们想好了，跟着干，下个月就能去城里买楼房了。这什么味儿啊？这帮人疯了吧？往自家水田里倒大粪呢！坏了，他们在往田里倒死鱼烂虾当饲料。李叔，停下！千万别倒了，这天气太热，这种发臭的死物一旦进了水田，就是致命的毒药啊！是啊，林峰，大旺说了，这叫高蛋白催肥。你不想让叔发财，也别拦着叔啊，咱们各凭本事吃饭。李叔，水田是个死水坑，不流通的。现在外头快40度的高温，你把这些腐肉倒进去，不出半天，水里的氧气就会被全部抽干，不仅会产生剧毒的氨氮，底下的虾全得憋死。林峰，你少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你就是看乡亲们也开始养虾了，怕抢了你的独担生意，在这危言耸听吧？我用猪血，那是在下苗之前发酵好的底肥，而且配合了活水。你们现在虾苗已经下去了，再倒这些发臭的死物，这叫谋财害命。大家别听他忽悠，什么氨什么氮的，欺负咱们没上过大学是吧？林峰他就是想一个人吃独食，你们要是信了他，这死鱼烂虾的钱可就白花了。就是，林峰，你赶紧走吧，别在这碍眼。既然你们宁可信那些发臭的垃圾，也不信水质的规律，那你们好自为之。只是希望明天早上，你们别为了今天倒下去的肉哭。峰哥，你管他们干啥？这群人就是活该被赵大旺骗。跟风是人的本性，但农业没有捷径，用违背自然规律的贪婪去种地，土地给出的惩罚是他们承受不起的。
全死了，一只活的都没剩啊！赵大旺，你个杀千刀的畜生，你出来，你把我们的血汗钱还回来！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吃肉怎么会死呢？昨天明明还好好的。赵大旺，林峰昨天都提醒过不能倒这玩意儿，你非逼着我们倒。你今天要是赔我们的钱，咱们今天就同归于尽。乡亲们，大家冷静，大家冷静，冷静啊！我也是受害者啊，我自己的田也死绝了，这就是天灾，是天气太热了，不关我的事儿啊。林峰家的虾咋没死？你这是人祸，赔钱！都住手，把他打死！你们的虾也活不过来，你们的钱也回不来。疯子，叔错了，叔昨天不该不听你的劝啊！你脑子活，你懂技术，你快帮咱们看看这水底下还有没有活着的虾呀？这水里的氨氮已经爆表了，死水一潭，水底下的虾绝对一只不剩。哭能解决问题吗？虾死了，水稻还要不要了？你们要是再让这毒水泡着稻根，不出3天，你们连秋天的口粮都收不上来。大牛，把生石灰卸下来。各位叔伯，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不想绝收的，立刻回家拿网兜，把水面上所有的死虾全捞出来深埋，然后给田里撒生石灰消毒，必须把这塘臭水彻底换掉。赵大旺，你还我们的血汗钱！今天你要是不拿个说法出来，我跟你没完！大不了一命抵一命，杀人了，救命啊！这关我什么事儿？虾是你们自己要养的，肉是你们自己倒的，你们打死我也没钱。李叔，松手，把他打出个好歹。你的钱能变回来吗？为了这么个唯利是图的小人，把自己下半辈子搭进局子里，你家里的老婆孩子谁养？叔心里苦啊，这日子没法过了。林峰，你少在这装好人！要不是你先搞什么虾稻共治，他们能跟着学吗？这事儿你也有责任。赵大旺，你还要不要脸？老子今天非劈了你！大牛，别脏了手，他不配。峰哥，你下那臭水坑干啥？里面全是毒气啊！还没别哭了，这批苗子底子好，虾有钻泥避险的本能，深水沟底下的烂泥隔绝了一部分毒水。活的，真的是活的！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别高兴得太早，他们被闷在泥里，最多还能撑2个小时。不想绝收的，现在全都给我动起来！疯子，你说你让咱们干啥，咱们就干啥，绝不含糊。大牛，去把我院子里的那台高更滤抽水泵拉过来，把他们这10几户田里的毒水全给我排到村外的荒沟里去，一滴死水都不能留。得嘞，我这就去。七爷，带人拿网兜，把水面上飘着的死虾、死鱼、烂虾全捞干净。都别愣着了，各家回各家拿网子，快！李叔，水抽干到底后，趁着烂泥还是湿的，把这绳石灰均匀的撒满全田。生财灰遇水发热，能把底下的毒菌全烧死，还能中和酸碱地，动作必须快。明白了，我这就去。开闸，放主干渠的活水进来。出来了，峰哥，活了，虾全活了。疯子，叔这张老脸，今天算是彻底没地方搁了。昨天你苦口心的劝咱们却听了那个黑心肝的赵大旺的鬼话，还嘲笑你。今天是你带着咱们从阎王爷手里把这半条命抢回来了呀！以后在这清河村庄稼地里的事儿，咱们全听你的。谁要是再敢说你一句闲话，我第一个撕烂他的嘴。各位叔伯，泥巴地里刨食不容易，大家想赚钱的心我能理解，但庄稼不骗人，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这剩下的一半虾苗虽然救回来了，但底子受了伤。接下来的1个月，绝不能再投喂任何饲料，让他们自己吃田里的水草和微生物，慢慢把膘养回来。以德报怨，大气啊！疯子，你是个干大事的料。这清河村的死水算是被你给彻底搅活了。林峰，
算你命大，你救得了他们的虾，我看你怎么救他们的销路。只要老子还在清河村一天，全村的虾，你们一条也别想轻轻松松的卖出去。路还长，但只要走对了方向，就不怕到不了头。